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月5号。昨天比特币跟以太坊是正式放量，突破了我们散户的生命线，也就是这一条红色的20MA。当然，这一波有每天在跟踪我视频的朋友，你从这一个低点开始，我一直也是在唱多。希望朋友们手上应该都有利润啊。虽然这半年多以来，自比特币2万开始就给大家预期，可以逐步去抄底这个比特币。半年多，有可能大部分实践的视频都是错误的。那我今天再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一根突破有没有什么不同点，或者是它周线里面的指标这个 W 有一个重点知识要跟大家聊一下。有可能这一波行情估计级别会相对比较大包括昨天晚上美联储的会议纪要也是出来的，估计加息可能是接近尾声。复盘之前可以点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 ，BNOK 返用20%。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个比特币它这一个20MA 突破的时候放量，那短线上如果要让我跟大家讲短线你要怎么操作，你还有资金，经常看到大涨的品种，你如果目的只是为了1个小时或者2个小时，你买进不会被它给套住，甚至爆差。那我的观点是，涨的时候你不要去追，你看一下有没有压回，观点还是不变就是1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那如果你在这种位置买进，目的为了是半年现货，或者是1年、2年的行情，都可以追。我的观点是，过了20MA，那你就追18000过的话也追，2万过的话也给我追，反正就是整个区间是非常的明显。这种有可能就是主力在这边慢慢的在吸筹它这边到底是不是挖坑？那我今天再来跟大家聊一下，重点是周线有没有明显的观察，在这个区间，它周线的 WR 指标是横了有多长？在这一个80上方是超级弱势的一个动画区，从来都没有回到80下方。现在短线已经有感觉，这一个黄色的线快要回到80下方，而且短线就缺这一个周线，万一是突破了这一个20MA，我跟大家讲给我追进去，或者是有压回的时候，你如果是期货担心会被爆仓，那你观察1个小时、4个小时有没有压回的位置，然后再去观察还有没有买点。因为以太坊已经是下来了，可以明显的观察一下周线，以太坊已经是下来的话，那上一次比如说这个地方也是下来，它其实也是有一波相对比较大的一个上涨，所以短期就观察一下以太坊有没有可能，包括比特币会不会突破这个20MA。然后我们看一下比特币除了这个周线、日线里面，短线我们要怎么去对待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上面是还有一条60均线就压在这一个头上短线现在是有一点量，那我的观点是，有可能就是之前在低档的时候天天在讲这个位置是有多方的量，你可以在压回的时候，这2个位置是有给大家命中过买点当然我个人是没有买，因为我个人手上是有比特币的多单，我是没有再买这个比特币15000的时候就已经买了。所以这个压回的位置，你如果有切中的朋友，到现在我的观点是你可以继续抱或者是短线你要再买，那我的观点就是你不要在高点的时候去追，因为低档的时候有量，很多人可能看不出来，来到高档的时候放量，那有可能就是怀疑的资金在这种位置开始追在这个位置，那短线就估计看它会不会洗盘。当然整个中线我的观点包括 SOL 前2天也是跟大家讲，虽然短线有可能是跟大家讲你等压回去买，整个中线其他的币种昨天已经跟大家讲了，你不要再去看空一些其他的币种，有可能游资，因为我看到我身边的朋友他们最近也是有动作当然我也不确定他要动哪一个币种，所以我的观点是可能今天拉这一个，明天就拉那一个。你看一下昨天就是基本上大部分的品种都在拉嘛，包括昨天那一个 ETC 也是大涨了这么多。当然我这个品种我是没有没有就是没有，我跟大家坦白，这种 K 线昨天也是一直在看，也是在犹豫到底要不要追不过手上有其他的品种也是够了，有利润就可以。那现在短线有什么问题，就是这个位置为什么过不去，我们先观察一下它的一些问题就是这个 KD 指标是有一点背离因为过高的时候它在背离呢，有可能这个位置需要震荡。背离不是说它要这样子转折下去，因为日线都已经放量出来把20MA 给过了。那我们要参考一下日线如果要震荡的情况下，它会怎么来震荡因为现在是17000还是一个重要的关卡，就是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一下上一次它突破20MA 的时候它是怎么走的，
这个位置就又横了10几天啊，所以这个位置突破你要再去观察一下，也是不排除它会继续横盘，甚至有可能会被再压回。不过我的观点是，这一波过20MA 的行情有可能会像这一波，就是今年的6到这个8月份，它这一个位置过了20MA，它有压回，当然后面上去以后就压的不是很深了，只是在20MA 附近还会再上去。我们再观察一下4个小时，还有一些指标哦，比如说 Vegas 1个小时先看一下，现在 Vegas 已经是突破了这个144，还有这个576，而且如果在这个位置横的时间如果拉长一点，有可能这一条144就要穿过这一个576的通道。所以我的观点是，朋友们，如果你还想再做的话，就是尽量找压回的时候看还有没有多单的点位。那4个小时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其实上一次它在这个位置遇到一点压力，那现在已经是感觉回到了这个144通道的上方。那这个位置短期如果整理到位，我的观点是不排除这一次有没有可能，如果能过了17000，下一次压力就是在这个18000。来到18000的关卡，我们要再去观察一下4个小时里面 Vegas 的这一个576跟676可能还会震荡一段时间。那至于你要怎么来操作，我前几天一直在跟大家讲，就是这个4个小时的布林线，它是呈上升的一个趋势，你只要看到它在上升的结构压回来，你不一定要去看这个中轨，或者是要不要接近中轨。1个小时里面我们可以做高抛低吸，超短线就是这种破下轨的位置买，出上轨的位置卖。那昨天是跟大家讲破下轨的位置，你前面2天有再买，这不是出轨吗？你要卖都可以啊，或者是现在还有没有可能破下轨？现在是没看到破下轨，那要不要买就先等一等。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昨天晚上美联储的会议纪要，它还是非常的坚定，就是要压制整个通胀，而且是反对降息的压住啊。这里面是有提到几个重点啊，持续提高联邦基金利率将是适当的，没有一个与会者他们在预期2023年会降息。有些可能空方的朋友看到这种消息的时候，觉得会不会是一个利空？2023年还是要加息，不会降息啊？因为有估计美联储可能在2024年或者2023年年底的时候开始会不会降息？但是我的观点还是不变，目前的基金利率，美国那边的利率目前是在接近 5% 的一个高位，也是有看到昨天的一则消息，就是整个加息估计都已经接近尾声了。如果真的按美联储的一个纪要的内容，或者是之前有报道的一些消息，机构预测有可能是在 5.4 的利率高位。那会不会再加个50个基点，还是说未来的话它只加25个基点慢慢加，甚至低于25个基点？可能这种现象就是暗示美国那边利率加息有可能是接近尾声。那最近短线上也是有朋友在担心，他如果再加息，这一个美元的走势会不会继续往上涨啊？我是想跟大家讲，其实它这一波下跌也是非常的深啊，非常的深。它在这个位置其实短线是有一个横盘的区间，你就观察这个位置它会不会震荡一段时间，然后再观察会不会再破位，甚至有没有可能整理出一个区间，然后往上去做一个假突破，会不会再往下去跌破？因为毕竟空间是跌的有一点深，所以整个美元的指数短期就先看它震荡啊，有可能不会影响这一个比特币或者是以太坊的整个走势。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以太坊短线的一个波动啊，昨天也是有跟大家讲到，其实这个位置矩形应该是要突破，讲了一段时间，它这边 N 型的高位现在也是过了。那前面的支撑位在这个低档的时候也是跟大家讲，不要去看空以太坊。它其实这一个 N 型的多方吞噬，我们用裸 K 来看嘛，就前面的这一波上涨，当时整个 FTX 交易所崩盘以后，以太坊这边是撑了2次，然后它这边既然有一个 N 型的上涨，我一直在估计这个 N 型的低档这个位置的时候，是跟朋友们讲，很强的一片支撑区啊。那至于短线上，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些指标啊。KD 指标这个位置是没有背离啊，所以以太坊这个位置整理到位，看能不能再上。当然你要做的话，我的观点也是不变，你看一下它有没有压回，因为买点有时候都是在强势的品种买在波段弱势的时候，这种压回的点位，4个小时的压回，看你是4个小时交易者，还是
1个小时的交易者，就是这种买在这种压回的位置，这种压回的位置，或者是这种压回的位置，那这种压回的位置也是可以买，就是短短1个小时的压回，不是说让你等日线1天、2天、3天，那要看它日线的空间，日线的空间它已经涨了1、2、3、4、5、6，不知道几个呢。从这个低点开始，那现在就只能等看还有没有压回去了这个60MA，因为它目前还是拐弯向下的，它是具有一点下牵引的作用。不过没几天了，今天1根、2根、3根、4根以后，以太坊也将来到这个地位。所以我的观点是有压回，你看一下60MA 附近有没有支撑，也可以当做一个买点啊。那至于狗狗币，也是跟大家讲，主要是这样子，我为什么在这个位置买？我看空间啊，空间是很深啊，我觉得可以接受了。当然，有些朋友是买在这个位置，或是买在这个位置，我的观点也是不变。目前整个狗狗币还是先看区间震荡，压力位是在不变啊，就是这一根 K 线的一半附近，这个位置是有压力啊。其实这2天很多币种上去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有量，但是狗狗币只有这一根有量。不过还好，它现在价格是在这个影线里面来波动，那说明这一根有量的筹码是主力的资金。它现在价格才会在这个里面来波动，甚至会过这个高点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嘛？反正有一些多单就尽量给我拿住，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有土。